乌军新进展，俄罗斯已处于崩溃边缘。这几天，乌俄战场的情况几乎是一面倒。乌军的反击收复了扎波罗热关键4地，打掉库尔斯克11个据点，远程打击也进一步升级。无人机奔袭1000公里，袭击俄最大飞机场，并自研弹道导弹，要把火烧到莫斯科前进。俄罗斯这边因为美欧持续加剧的制裁，经济困境达到巅峰。布鲁塞尔的高级官员直言，俄罗斯正处于类似1998年危机的金融崩溃边缘。那么乌军的反攻到底有多猛？这是要重现库尔斯克反攻吗？制裁到底对俄罗斯产生了什么影响？扎波罗热方向，乌军又收复了东北方向的关键4地，俄军被迫退出战场，急得满世界调兵救火。根据各路情报，乌军的反攻主要围绕胡利埃伯勒轴线展开，不仅出现在新米克莱夫卡一带，连卡利尼夫斯克南部、新赫奥尔西夫卡附近都在猛攻。莫斯科方面虽然死鸭子嘴硬，否认受挫，但身体很诚实，已经被迫从红军村方向抽调兵力，支援扎波罗热。这一抽，红军村防守空虚，乌克兰趁机发动新攻势，收复了部分区域。这就是经典的声东击西，乌军成功把南部战线和乌东战场串联了起来，牵着俄军的鼻子走。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其他地方，乌军也是炮火连天 ，TM62 地雷、手榴弹加上 FPV 无人机密集的制导炸弹，俄军阵地上天天浓烟滚滚。连俄军吹嘘完全占领的卢甘斯克州，最近也爆发了最高频率的激烈战斗。除了乌东战线，乌军还杀入了俄本土，天鹰座特种部队直接越境突袭了俄边境重镇库尔斯克，先用无人机开路，炸掉俄军2处发射平台和7个野战仓库，引发大面积火灾后，地面部队跟上，一口气端掉11个据点和掩体。克里米亚方向，克赤大桥又是巨响连连，维尔赫诺库尔汉内率先遇袭，俄机动火力小组被迫启动，随后牺牲。乌军直接摧毁了俄军导弹指挥部，并引发了2次爆炸。随后，乌军对连什基尔内的一套 S-400发动袭击，废俄军防空系统雷达，短时间内难以启动工作。清除俄防空系统后，下一步就是炸桥了。克赤海峡承受了主要的炮火，休尔巴什湖至克赤大桥方向不断传来巨响，并伴有乌克兰无人机的轰鸣声，半个天空都被防空交火映得通红。可以预见的是，克赤大桥依旧是乌军的重点打击对象。这就有一个问题，乌军有能力频繁袭击克里米亚，就意味着他们可以炸掉克赤大桥。毕竟这桥再怎么扛揍，也拦不住天天炸。那为什么战争打了4年多，这桥还在？火力军估计，一方面是美欧的阻击，怕摧毁大桥导致局势升级，把战争蔓延到欧洲；另一方面，克赤大桥是完美的诱饵，留着它，俄军就得源源不断的把后勤和防空大队调过来挨炸，乌军就天天在这刷 S-300和 S-400，这比直接炸桥赚得多。战场之外，乌军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也在不断升级，不仅搞了一次千里夜袭，还推出了新武器，用于打击莫斯科。乌军这次袭击倒霉蛋是俄罗斯最大的飞机制造厂阿维尔亚斯塔，这家伙不是普通工厂，它隶属于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，长期负责给伊尔76、伊尔78还有 A50运行机做大修。也正是因为重要，它被盯上了。乌军的无人机蜂群直接找上门。据初步评估，工厂的1号车间直接被命中。搞笑的是，俄军官方频道的嘴还是一如既往的硬，他们确实挨炸了，但啥损失也没有。除了飞机场，这几天乌军空袭的范围和力度简直刷新了记录。莫斯科挨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、时间最长的空袭，南部的拉宾斯克油库更惨，火还没扑灭，又蔓延到了另外2个大型油罐。按 ISW 战争研究所的说法，光是针对能源系统的打击，乌克兰就已经让俄罗斯蒸发了超过1万亿卢布，这烧的可都是真金白银。乌克兰突然那么猛的原因很简单，武器升级了。首先是一款爆改的海鸥无人机，射程突破750公里，主打一个便宜量大，先派海鸥去消耗俄军的防空火力，等俄军弹药打光了，威力更大的导弹再跟上收割，比如 FP7 甚至是 FP9。之前搞出火烈鸟的那家火电公司，现在要掏出一款新型弹道导弹，名叫 FP7， 射程300公里，性能直接对标美军的 ATACMS， 但价格只要美国货的1万，而且作为弹道导弹还比巡航导弹更难拦截。接下来乌军就要拿它去俄罗斯边境要塞实战抽奖了。除了这一款射程突破850公里的 FP9 弹道导弹已经在路上了，这玩意儿一旦搞出来，莫斯科全境都在射程范围之内，天天拉防空警报不是梦。当然自己造武器的同时，外援也没停下。基辅刚和巴黎谈妥，准备测试一款新型的 SAMPT， 这是欧洲唯一能平替爱国者的防空神器。毕竟欧洲人也看明白了，现在指望不上特朗普。不仅如此，乌军总司令还跟瑞典军方碰了头，拿到了新一轮战机和防空系统的军援。最让基辅开心的是，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条件终于凑齐了，农业、竞争力和绿色协议3大难关一过，这趟融入欧洲的列车算是彻底刹不住了。
总的来说，从开年到现在，库尔斯克和比尔格罗德这种越境突袭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乌军的目的很明确，用资源导弹与低成本无人机疯狂给俄罗斯放血，把战线拉长，把火烧到普京的后院。这种频繁的边境骚扰，极大缓解了乌东前线的压力。火力军估计，接下来这几个月，俄罗斯本土的防空警报是停不下来了。至于俄罗斯那些所谓的红线，早就被乌克兰踩成了红地毯，就看俄罗斯还能硬撑到什么时候了。聊完战场，再来说说制裁这事儿。很多朋友觉得制裁对俄罗斯没用，实际不是这样。就跟上面说的那样，俄罗斯已经处于崩溃边缘。乌俄战争开始之前，因为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，美欧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，但好歹俄罗斯的石油、天然气还能卖。乌俄战争打响后，截至2022年4月底，俄罗斯身上背的制裁达到了9741项制裁，超过伊朗、叙利亚、朝鲜、瑞典、委内瑞拉和古巴的总和。这4年全面战争打下来，这个数字飙升到了30711项。于是就有人产生了一个疑惑：被全方位封杀成这样，俄罗斯怎么还没垮？是不是制裁根本没用？不对，火力军的看法是不是没用，而是有期望落差。制裁并不是屠龙刀，砍一刀就挂了，而是小刀一直割，伤口多了也能血流不止。但问题在于，普京有3个回血包。第一个就是普京的私人小金库，也就是俄罗斯的国家福利基金。开战初期，里面躺着1400亿美元的石油红利，靠着这笔巨款，俄罗斯扛住了第一波制裁。在基辅闪电战搞砸了之后，直接拿这笔钱砸进了兵工厂，强行给工业打节奏。第二个则是全球化经济。欧美刚开始制裁的时候心太软，只盯着俄罗斯本土的企业和当官的，结果俄罗斯转头就找了几个好兄弟当代购，比如亚美尼亚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土耳其。2022年，吉尔吉斯斯坦对俄出口直接翻了10倍，土耳其也翻了快3倍。欧美那些被禁的商品，转个手就名正言顺地进了俄罗斯的大门。俄罗斯这招是跟伊朗、古巴学的，直到2024年下半年，欧盟才回过神来，开始琢磨2级制裁，堵这个大窟窿。第3个则是俄罗斯的能源。刚开打那会儿，全球能源价格螺旋升天，石油一桶卖到120多美元，欧洲天然气有时更是贵得离谱，短期内把制裁的损失给抹平了。虽然后来欧洲不买账了，管道也受限，卖不到中国去，但刚开始那波红利确实让俄罗斯回了一大口气。靠着这3个回血包，俄罗斯撑了不少时间。但问题是，回血包不是无限期的，总有用完的那一天。2026年就是这个节点，在这个时间点，情况全变了。普京那个1400亿的小金库直接腰斩，流动资产只剩下不到500亿美元了，而且国家把钱全砸进了军工，导致老百姓的民用经济直接拉垮。2025年，民用经济连续3个季度缩水，全国92个制造业有70个处于衰退状态，27个主要行业中21个都是负数。更要命的是，借钱的利息也兜不住了。俄罗斯预算里的债务偿还率直接翻倍，飙到了 8.8%， 连俄罗斯自己的经济专家都看不下去了，各种衰退指标疯狂亮红灯，直接冲破了深度衰退的临界点。前面耗的是血条，等血条空了，那就是猝死。到了2024年下半年，普京发现不对劲，外资跑路直接暴跌了 62.8%， 国内劳动力足足缺了240万，经济增速更是从 4.2% 暴跌到 1% 左右。为了维持俄罗斯天下第一能永远打下去的人设，克里姆林宫开始了一项传统异能，做假账，结果被德国情报局扒了个底朝天。原来俄罗斯2025年的实际预算赤字高达890亿美元，比官方吹的数字足足多了6倍多。到了2026年前2个月，赤字直接飙到了430亿美元，快赶上全年计划的极高比例了。为了宣传目的，并避免暴露赤字的真实规模，俄罗斯财政部将2025年部分赤字转为所谓的2026年预付款。为了填坑，俄罗斯拼命加税削减开支。2025年年底，10月削减开支10%， 11月削减12%， 12月削减17%。结果呢，增值税、关税、企业税全面崩盘，进口增值税少了160亿美元，关税少了40亿，连回收费都比预算低了44%。老百姓和企业兜里都没钱，再怎么拿鞭子抽也榨不出油水来。最尴尬的是，最近中东乱成一锅粥，本来是油价大涨，俄罗斯捡钱的好机会，结果俄罗斯的工业底子实在太虚了，连欧佩克允许的最高产量配额都达不到，每天还少产了20万桶，真的是眼看天上掉馅饼，自己连张嘴的力气都没了。而且这个馅饼并不会一直掉，只有在该地区冲突持续数月甚至更久时才有意义，无法解决俄罗斯的根本问题。总的来说，战争的结束方式无非是在谈判桌上，但前提是你要么在战场上被打趴下，要么在经济上彻底破产，要么双方实力平衡各退一步。但问题是，俄罗斯死要面子，想要的东西远远超过了自己现在的实力，而乌克兰这边表示绝不接受披着和平外衣的投降，特别是不可能把自己的领土拱手让人，所以这仗还得接着打。只不过对于俄罗斯来说，低油价、高消耗加上制裁，他们已经在悬崖边上了。火力军估计，等普京那个储油罐彻底见底的那天，
不管嘴上喊得多硬，身体都会非常诚实的倒下。咱们就看这本假账还能做多久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俄罗斯的经济还能撑多久？乌俄战争又会如何结束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